大家好，欢迎来到瑞的频道。今天要带大家去的地方是越南最著名的海滨城市芽庄。你可能不知道，除了是惬意的度假城市外，芽庄也有厚重的历史底蕴，甚至还有电影赋予的一点点浪漫和忧伤。本来想参加芽庄标志性的跳岛游，去浮潜看看珊瑚，但可惜这次来的时候水温比较低，没有出海。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一次芽庄市区一日游，看看这里除了大海沙滩外，还有哪些值得体验的地方。很多人想到芽庄，脑海里的画面就是阳光、沙滩和海水。没错，一条绵延6公里的新月形海岸线就横卧在城市的东面。这里的沙子是金黄色的，细腻柔软，而且整片沙滩完全免费开放，非常干净。这里也是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清晨你会看到他们在这里跑步晨练，傍晚沿着海滨大道散步。小广场上会有小型音乐会，各种表演活动丰富多彩。海滩上有很多来自俄罗斯的游客，他们喜欢拖家带口，在这里悠闲地待上一整个假期。欢迎按赞、订阅、分享、热推，并开启小铃铛，您的肯定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沿着海岸线往市中心走，你一定会被一座造型奇特的建筑吸引。它就是芽庄的标志——沉香塔。这座莲花造型的高塔，白天看着素雅，晚上灯光亮起，就像一颗发光的珍珠。里面还经常举办艺术展览，路过不妨进去看看。海滨大道上云集了凯悦、喜来登、洲际等国际顶级酒店。如果预算充足的话，紧邻海边的一线海景酒店无疑是最佳选择。如果是追求性价比的话，像我这次找的2线海景酒店，不会让荷包贬得太快。来 room tour 一下，这面是一个化妆镜和大电视，饮料和方便面，价格还好，跟超市的差不多。这是2张床并的一张2米多的大床。洗手间看起来也比前一个要干净。房间的最大亮点，无敌的海景。从这里可以看到芽庄美丽的大海，还有对面我们明天要去的珍珠岛乐园。在芽庄，这样一间能看到完美海景的酒店，一晚也不到30美元。酒店20楼是一个配套的泳池，我们上去看一看。泳池不大，虽然不是1线海景，但是前面因为没有楼阻挡，视野还是不错的。泳池后面是个咖啡馆区域，晚上应该有 live show。这边可以看到芽庄的城市景观。离开酒店，往芽庄市区北面，
我们来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婆纳加占婆塔。它坐落在盖河左岸的一座山丘上，是古代占婆王国留下的珍贵遗产。在1000多年前，越南中部某些区域生活着一个名为占婆的民族，正是他们创造了显赫一时的占婆文化。1000年之后，这种文化依然能够通过尚存的占婆庙塔建筑艺术呈现于世人面前。婆纳加占婆塔供奉的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女神——天衣女神。和我们的妈祖一样，她是渔民的守护神，也教会了当地人农业和纺织技术。现在看到的红砖塔群，主体建于7到13世纪之间。整个建筑群最神奇的地方是这些砖块之间几乎看不到任何粘合剂的痕迹，砌得严丝合缝。科学家到现在也搞不清楚古人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因为建筑风格和吴哥窟很相似，这里也被称为小吴哥。原本有10座塔，现在仅存4座。主塔高28米，里面供奉着黑色花岗岩的女神像，非常震撼。这里的文化非常有趣，你会发现印度教的湿婆神、湿婆神的儿子象头神，还有中国文化的痕迹和谐共处。后方甚至有清朝、阮朝时期留下的中文石碑。在山顶可以俯瞰芽庄城区和碧蓝的海港。这里至今仍是一个活着的信仰场所。不仅占族人会来，很多越南本地人和华人也会到这里进香献花。每年农历3月还会举办隆重的女神节，已经被列为越南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景区在每天的固定时间也会有专业的民俗舞蹈表演。底层平台仍然保留着12根巨大的石柱。离占婆塔不远的是越南另一个知名景点——钟乳石夹角。如果说芽庄海滩是温柔的新月，那这里就是大自然用花岗岩雕刻出的力量感。这片巨大的岩石群是数千万年前地底岩浆冷却后，被海浪和风力慢慢侵蚀而成的。海水把岩石打磨出各种奇特的形状，有的像天然的拱门，有的像巨人随手堆叠的积木。这么大皮皮虾一定很好吃。
最有名的是深入海中的浮石和岸边的栖石，遥遥相望，像一对被分开的恋人。但让这里真正名声大噪的，是一块岩壁上那个清晰到不可思议的五指手印，所以这里也叫五指岩。关于这个手印的来历，科学上的解释是岩脉差异侵蚀成的天然图案，但当地人更喜欢讲故事。有人说是一个巨人渔夫为了固定自己留下的，也有人说是一个巨人醉酒跌倒时按下去的。而让这里走向世界的，是一部电影，由梁家辉和甄马奇主演的法国爱情片《情人》。影片结尾，男女主角就是在这片礁石旁，面对着汹涌的海浪，做了最后的道别。在这里，你可以静静地坐着，听海浪一遍又一遍拍打着岩石的声音。它不像沙滩那样温柔，但更有力量，也更让你放空自己。最后，我们再回到芽庄市中心，逛逛这座美丽小城的夜晚。这是在越南大学旁边吃的最便宜的越南粉，一份只要3万，但是这内料真的是非常的丰富，性价比超级高。今天的芽庄之旅到这里就差不多了。下期影片，我们将到越南的迪士尼乐园芽庄珍珠岛疯玩一整天。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是瑞，我们下期再见。